這個挺着大孕肚的女人馬上就要生了，竟然還跑到深山裡去挖野菜。被丈夫无情趕出家門後，她甚至還想着在深山裡把孩子生下来。為了給孩子多買幾瓶奶粉，她還跑到街頭去擺地攤。一大早起床後，連早飯都沒來得及吃，就背着箩筐出去尋找山貨了。昨天買的那一把大鎖，今天就派上了用場，這樣就能預防小偷更安心地出門了。沿着後山，阿平走了很久，終於來到了這片長滿各種稀奇野菜的山溝。有經驗的小伙伴們，你們知道這種野菜叫什麼嗎？在小編老家，這種野菜通常叫做紅籽苗，這可是一種稀奇好吃的山貨。吃慣了那種傳統蔬菜的朋友們，偶爾吃一次紅籽苗也是一種享受，口感那叫一個乾脆甜口，放到外面曬乾後又成了另一道美食。不管是煲湯還是爆炒，都是不錯的選擇。他握着柴刀，熟練地割下那些紅籽苗，另一只手則快速将收割好的裝進箩筐裡，望着这些值錢的野味山貨，阿平感到格外的滿足。沒用多長時間，箩筐裡便堆起了厚厚一層。他看了看還不算滿的筐子，於是他轉身又走進另一片灌木叢。這種野菜顏色更加深綠，葉片也很嫩，剛入口的時候會有點苦，但咀嚼一會後卻很好吃。經過阿平的不斷努力，箩筐已經塞得滿滿當當。阿平深吸一口氣，把重重的筐子背上肩頭，踏上了前往集市的路。走到了市場後，他迅速找了個空地，把手裡的野菜和山貨一一摆好。這些野味可不常見，沒多久就吸引來幾位路人。顧客們還一邊誇他勤快，一邊還讚這菜真是新鮮。阿平定價不高，顧客自然也樂意支持。很快他的攤位前就熱鬧起來。阿平來不及歇腳，一邊裝袋子一邊收錢，忙得不可開交。沒過多久，所有山貨便銷售一空，帶着滿滿的收穫，阿平的心裡多了一份釋然和安心。今天的努力總算沒白費。回到庇護所後，阿平決定親手為寶寶打造一張結實的餐桌。只見他拿起柴刀，熟練地在幾根粗壯的竹子上削出卡槽，隨後他把這些竹子對準火堆，小心加熱。你可能會疑惑，這到底是在幹嘛？原來這一步是為了讓竹子在受熱後更具柔韌性。加熱處理後，將竹子輕輕一彎，一個完美的直角就成型了。看得出來，阿平不僅手腳麻利，還相當具有想象力。接着他又開始處理桌面部分的結構。他拿起一根竹子，在表面削出一道細長的縫隙，這道縫不是裝飾，而是用來嵌入桌面的關鍵卡槽。隨後他將另一根竹子外皮刮淨，再細心劈開成一條條薄竹片，然後把這些竹片逐一嵌入之前的卡槽中，一片接一片嚴絲合縫。它的制作過程既精準又用心。等桌面拼裝完成後，阿平繼續將烤好的竹子用於加固四角，不到1個小時，一張結實又整齊的純手工竹製餐桌就完成了。沒用到一根釘子，也沒有用一滴膠水，這種手藝和技巧真令人佩服不已。做完桌子後，阿平順手打掃了一下庇護所的衛生，便坐回床邊，望着剛剛完工的餐桌，神情中透出幾分感慨。還有不久，他的寶宝就要來到這個世界了。想到未來日子的生活，阿平的心頭既溫暖又憂慮。寶寶現在需要的東西還很多，他還有很多事情要去完成，但他知道再苦再累也不能停下腳步。為了孩子，他必須咬緊牙關，一步步撐起這個家的未來。